波士顿马拉松是世界马拉松大满贯系列中和纽约马拉松一样唯二没有配速员且地形崎岖的经典赛事。且4月的波士顿天气百变难以预测，是观赏性最高的马拉松之一。第128届波士顿马拉松没有让跑迷们失望，男子卫冕冠军 Evans Chebet 带着阿基里斯腱的旧伤挑战3连霸。女子卫冕冠军 Hellen Obiri 也再度踏上今年的起跑线。去年在瓦伦西亚马拉松成为史上第4位跑进2小时01分领域的 Ceci Lima， 之前在波士顿马拉松大爆3次，为了证明自己在奥运具有竞争力，再度回来挑战。本届波士顿马拉松共有31位已经入选或是成绩达标奥运的好手参加。男女顶尖好手们除了在配速上有惊人的演出，不同年龄背景的好手们也在比赛的过程中用行动来让大家认识他们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来好好回顾完整过程。2024年波士顿马拉松在摄氏15度 10kmh 顺风下登场，精英男子组首先出发，一开赛的大下坡，日本的深井勇磨以很外扩的摆臂和内旋 O 型腿，一人独走将近10分钟，最多领先了大概50公尺。34岁的他过去曾经参加过箱根驿传，也待过日本的实业团。PB 5K 14分 10K 29分全马2小时14分极为一般，现在以市民跑者的身份持续在参与比赛。他10分钟后就被集团回收，然后消失在镜头外。不过其实他最终的整体表现更让人印象深刻，这个我们在男子组赛事后再聊。回到比赛领先群，或是应该说一人独走的领先者 Ceci Lima， 他在 5K 之前稳稳的以高速持续推进，逐渐的众家东非好手都跟不上他，几度有人尝试跟上都马上知难而退。Lema 的速度也真的不是在开玩笑的，前2个 5K 14分21秒 14分07秒 10K 以28分28秒通过，已经比2011年超级大顺风的赛道纪录还快40秒。接下来2个 5K 依然是夸张的14分15秒和14分30秒，半程以1小时00分19秒通过，这已经是在历史上没有配速员的所有马拉松赛事当中最快的半程分段。而雷马也取得了将近2分钟的领先优势，这也是在世界马拉松大满贯赛事中前所未有。进入后半程，追击的集团仍然消极，雷马的优势持续增加，30K 时扩大到2分49秒，还快于赛道纪录1分半。但进入中盘艰难的丘陵时，也是雷马降速的转折点。5K 分段从14分半一路掉到16分整，马上就远慢于赛道纪录。很多跑迷认为他可能会大幅失速，甚至跑不完，可能会重演极拳哥 Daniel Nascimento 2022年纽约马拉松躺在路边的戏码。但拥有2小时01分实力的雷马可是有备而来，他维持着一个稳定的跑姿和频率，跑过一个个丘陵。后方集团也终于有了动作，卫冕冠军 Chebet 和同样来自肯亚的几位好手开始合作追击这位来自伊索比亚最新的马拉松顶尖高手。但波士顿后段实在太虐，他们也只能勉强跑在每 5K 15分半以内的速度。最后虽然把雷马追到视线范围内，但终究是无法拉近到射程范围。遇阵乏力的肯亚军团，最后2K 反而被另外一位跑得比较保守的伊索比亚选手 Mo Issa 一碾过。伊索比亚果敢独走的雷马和保守稳定的伊萨，双双以2小时06分台站上颁奖台的最高2个位置。而开赛独走的深井勇磨被追上消失在镜头之外后，其实一直保持稳稳的每 5K 15分半，前半程1小时04分05秒，后半程1小时05分54秒，2小时09分59秒，刚刚好 sub 2小时10分。在波士顿这艰难的赛道突破个人最佳4分多钟，拿下总拔，比大破节还快了1分多钟，也是自1981年以来继赖古利彦后第2位在波士顿 sub 2小时10分的日本选手。在脱离体制内训练系统后，成为市民跑者，
脱胎换骨的表现，她的经历也是之后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而比男子组精英晚10几分钟起跑的精英女子组，前半段则没有男子组的激进，倒也不是真的大家聊天慢慢跑，20多人大集团以2小时25分的配速前进，以波士顿赛道而言也算是平均水准了。而2位年届不惑之年的美国传奇 Daisy Linden 和 Sarah Hall 以自己最理想的状态和跑法，也跑在集团内，甚至和另一位美国好手 Emma Bates 几度领跑。Daisy Linden 早在13年前2011年波马就已经和东非高手们较劲到终点前拿下第2 2018年在冰风暴下拿下波马冠军，来到2024年在高速集团前还能有领跑的镜头，也是让资深跑迷们感触良多。不过本届波士顿荣登最强大龄资深跑者是来自肯亚44岁的伊丹娜·基贝拉嘎特，他始终待在集团前方。35K 后，女子组冠军的争夺战正式展开，卫冕冠军 Hellen Obiri 和2022年纽约马冠军 Sharon Lokedi 开始疯狂加压，全部选手只有伊德娜能勉强跟上一小段。美国主播也特别指出，她的人生第一面世界级奖牌是在28年前拿下世界青少年锦标赛3000公尺的银牌，而28岁就可能已经是很多运动员退役的年纪，更不用说保持在世界顶端长达28年。这28年的岁月之间，他拿下2面世锦赛金牌，4座大满贯赛事冠军，最近一次更是在41岁拿下的波马冠军。而伊德娜在跟不上 Obiri 和 Lokedi 的加速之后，还能保持在视线范围内，其实他也已经用很快的速度在跑了。但 Obiri 和 Lokedi 的加速其实也真的是女子马拉松史上最快，35到40K 之间，他们跑出恐怖的15分06秒。虽然说是顺风和海拔下降，不过是在跑过30公里之后跑出的，而且最后 2.2K 决胜负，Obiri 更是以疯狂的6分43秒跑完。根据 Let's Run 指出，40到41.6这1英里只花了4分41秒，可能也是女子马拉松史上最快的1英里分段计时。这种速度展现算是前所未有，刷新3观。而这一段男子组也只有亚军的伊萨跑得比他快。Hellen Obiri 和 Sharon Lokedi 最后双跑出2小时22分台，伊德娜也以2小时23分拿下第3，成为世界马拉松大满贯系列最年长站上凸台的跑者。Obiri 顺利波马2连霸，他表示希望肯亚田协能考虑让 Lokedi 和他一起去奥运，因为巴黎奥运马拉松地形崎岖的路线，称霸这2年波马和纽约马的他们是最具竞争力的。而其实本届波马男子组冠军雷马证明自己除了有2小时01分的绝对实力，在起伏的地形独跑也有绝对的水准，可以说是现在马拉松综合实力最强的男子选手。同样的 Obiri 也可以说是现在世界马拉松综合实力最强的女子选手，只差参加一个创纪录的赛事，跑出一个接近世界纪录等级的 PB。不过他们下一个目标一定都是巴黎奥运马拉松的金牌。那我们本集就先分享到这，有任何想法和讨论，欢迎留言分享。我们不停脚，在不到1周后的伦敦马见。